好多觀眾啊都問：喂，唔同省份嘅生活開支點計啊？咁夠膽講咧，喺呢個 YouTube 界上邊最全面加拿大基本生活開支嘅各省比拼，仲俾每一位觀眾一份禮物嘅，就係一個生活開支預算嘅 Excel file。咁根據呢個 Visual Capital 嘅10個最難負擔房屋嘅城市啊，我喺香港呢個最難負擔第一位。咁而家我只係跳去負擔排名第2嘅溫哥華，咁應該難唔到我啩？我發現咗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溫哥華嘅樓價係貴，但係 property tax 咧竟然係最平，而 BC 省咧油價應該係最貴添。但計算出嚟嘅話咧，平均每一個月嘅使用嘅費用咧，只係相差11蚊。例如咧，31至50歲嘅男人啦，每年咧用於呢個食物嘅費用咧就係3559蚊啦。咁當你咧輸入晒所有嘅資料之後咧，就會得出結果，基本開支就係8419蚊啦。Hello， 大家好，醒神啊！我係史丹利，歡迎收睇 K.O. 阿佬。近期咧有好多朋友同我講啊，入不敷支啊，入不敷支啊！加拿大嘅開支咧，的確係好高嘅。我記得差唔多係2年前咧就製作過一條影片啊，就講及大公開我加拿大嘅生活嘅開支。咁啊，自問咧當時嗰條片咧都做得幾好嘅，而嗰條片亦都真係好受歡迎，差唔多有10萬 view 嘅。咁但係大部分嘅數字咧都係以我嘅經驗去作出呢個分享啦，同埋咧就係以一個個人同家庭嘅背景去作出一個預算啦。咁呢2年嘅變化真係好大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好多個數據咧其實都係唔準確嘅。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好多觀眾啊都問：喂，唔同省份嘅生活開支點計啊？今次我用咗5日嘅時間進行呢個資料搜集同分析啊，咁夠膽講咧，喺呢個 YouTube 界上邊最全面加拿大基本生活開支嘅各省比拼。咁今次咧，再送俾每一位觀眾一份禮物嘅，就係一個生活開支預算嘅 Excel file。咁呢個 Excel file 咧就我自己做嘅，咁我會將所有嘅數據輸入喺呢個 Excel file 當中啦。大家咧只需要揀選翻條件啦，輸入翻你自己所需要嘅數據啦，咁你就可以咧了解到各省生活嘅開支嘅預算啦。夠唔夠誠意先？嗱，只係呢一點啊，大家都冇理由唔俾多個 like， 唔 share 俾你嘅朋友啦。比拼之前咧，咁當然就要多謝我今集嘅影片贊助商啦。全加拿大5大銀行之一，歷史超過200年嘅 Bank of Montreal（BMO） 嚟到加拿大揾一間值得信賴嘅銀行咧係好重要嘅。佢哋除咗提供銀行帳戶服務之外，房屋貸款、信用卡以及我覺得最重要嘅投資服務，例如 TFSA、RRSP、RESP 等等咧 ，BMO 都可以幫到你嘅。我將會喺影片最後介紹佢哋嘅迎新優惠啊，專為新移民打造嘅 BMO New Start 銀行理財計劃，大家密切留意啦。今次嘅加拿大生活開支比拼咧，主要係以一個基本嘅開支作出呢個計算嘅。咁咩叫基本開支啊？咁就係以呢個房屋啦、交通啦、飲食啦、教育啦、日常開支去計算嘅。因為咧，每一個人對呢個生活嘅水準嘅要求唔同嘛。好似早午晚餐，我全部我都係自己準備為主嘅。咁但係對有一啲人嚟講咧，唔單我一定要出去食嘅。咁其實個開支咧已經係極大嘅分別嘅咯喎。咁我用咗5日嘅時間咧，好多嘅調查報告同埋呢個統計當中咧，揾到一個比較客觀嘅數據去作呢個基礎嘅。咁但係咧，首先喺呢度作出一個聲明先，數據咧只係可以作呢個參考之用嘅啫。數據將會隨時間咧、地區咧同埋不同條件而作出呢個改變嘅。咁大家咧需要自己謹慎去了解同作出呢個任何嘅決定啦。咁首先咧，我會簡單咁講解一下咧各種分類嘅基本開支啊。咁而最後咧，我會揀選加拿大裡面4個不同城市去作出呢個比較嘅。咁點解唔係揀省份去作出呢個計算咧？咁省份咧通常都以整個省份嘅平均值去計算啦。咁例如呢個住屋咯，西溫同呢個 Richmond 去比較，已經樓價咧差1倍啦。咁今次咧，我係以一個香港人比較喜歡嘅地方，例如 Richmond 啦、多倫多嘅 Richmond Hill 啦，咁啊呢個 Alberta 嘅 Calgary 啦，咁同埋咧比較特別嘅 Quebec Montreal 去作出呢個比較嘅。咁大家咧將會有一個極全面嘅了解啦。基本生活開支最重要嘅一部分就梗係最重要嘅住屋啦。咁有人咧選擇租，有人選擇買。咁啊當然啦，呢一樣嘢都會影響到你每一個月嘅基本嘅開支啦。咁啊就以呢個租樓為例啦，我發現咧唔同嘅城市分別咧就係好大嘅。今次咧我會以呢個 apartment
為呢個標準作出呢個參考啦。當然啦，你可以選擇就租 townhouse、租間 house 亦都可以嘅。咁大家就自己作出調整啦。咁根據數據顯示啊，大家最熟悉嘅兩個地方溫哥華同多倫多咧，其實就最接近嘅。一房單位咧大概都係1950左右啦。三房嘅單位咧，唔知道係咪多倫多比較多選擇啊？數字上咧係比較平嘅。咁 Alberta 嘅 Calgary 咧，同埋呢個 Quebec 嘅 Montreal 咧，亦都非常之接近嘅。一房大概係1360啦，三房咧大約租咧就2550喎。如果唔租樓變成買屋嘅話，究竟又要幾多錢呢？嗱，以下數據咧就喺呢個 Wawa 獲得嘅。咁圖片顯示啦，主要省份嘅分佈啦，樓價咧最貴嘅城市咧就當然係呢個西岸同埋呢個東岸嘅多倫多啦。咁內陸城市又梗係比較平啲㗎啦。溫哥華最新嘅樓房嘅平均價格咧，獨立屋係214萬啦 ，Townhouse 係115萬啦 ，Condo 係85萬嘅。咁多倫多嘅平均嘅價格咧就為呢個獨立屋163萬啦 ，Townhouse 係112萬啦 ，Condo 咧就係79萬喎。嗱，再俾多一個內陸城市嘅價格，大家睇下啦。咁呢個 Calgary 咧嘅獨立屋咧係67萬，城市屋咧就係37萬 ，Condo 咧只係28萬啫。就咁睇呢個數字咧，內陸嘅樓價咧就真係平好多喎。但係大家有冇留意，全世界最貴嘅城市咧，總係喺呢個沿岸地區嘅喎。咁根據呢個 Visual Capitalist 嘅計算咧，喺2021年啊，10個最難負擔房屋嘅城市啊，10個城市都係喺沿海嘅，而唔喺內陸。咁當然啦，呢啲城市咧就無論喺呢個交通上咧，總係最方便嘅。城市發展上咧，工作最多啦，事業發展機會相對比較多啲啦。咁發展最完善嘅城市啦，有需求就自然梗係貴啲㗎啦。咁當中啊，就梗係包括排名第一，我嘅出生地香港啦。咁誒仲有呢個倫敦、LA、溫哥華、多倫多、澳洲嘅悉尼、墨爾本。咁我經常喺度諗啦，我喺香港呢個最難負擔第一位都可以生存到。咁而家我只係跳去負擔排名第2嘅溫哥華、第3嘅多倫多啫。咁應該難唔到我啩？我哋咧先講翻呢個加拿大嘅住屋開支先。咁有冇發現咧？表面上多倫多嘅獨立屋咧嘅平均價格163萬咧，係比呢個溫哥華嘅214萬好似平好多喎。唔係講咗兩地差唔多嘅咩？咁事實上咧就唔可以淨係睇個數字嘅。咁從數字去睇咧，溫哥華嘅樓價咧，的確係好似比較高啲，但係我哋咧都要細緻啲咧去比較一下每一個地區嘅選擇咧，亦都會有唔同嘅喎。因為咧，如果你整個地區去睇嘅話咧，差別真係可以好大㗎。西灣一個獨立屋係250萬起，但係喺呢個 Richmond 咧可能係190萬起嘅啫。咁所以咧喺呢個計算開支嗰陣時咧，亦都要比較細緻一啲。整體數字去睇咧，多倫多嘅獨立屋嘅平均售價係163萬，比呢個溫哥華嘅214萬為低嘅。咁但係以 benchmark 去比例去計算咧，溫哥華 Richmond 地區啊，咁獨立屋咧係大概196萬左右啦。咁啊對比翻咧，多倫多好多華人喜歡嘅 Richmond Hill 啦，咁啊獨立屋嘅平均售價咧就變成193萬，而唔係163萬咯喎。咁事實上咧，兩邊咧都係差唔多水平嘅啫。咁所以咧計算呢個開支最大嘅部分咧就係呢個住屋啦。租金咧就頭先已經講咗啦，而供款咧開支又點樣計咧？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開始就進入呢個加息週期啊嘛，所以咧每個月嘅供款嘅負擔咧將會提高。咁以下咧我就會以4個地區去作出呢個比較啦，咁可以俾大家咧有一個大約嘅數字去參考下嘅。嗱，假設係以4個地區嘅平均樓價計算啦。Down payment 40%，interest rate 4.5%，咁啊用30年去計算嘅話咧，可以見到每一個月嘅供款嘅開支咧究竟有幾多嘅。咁當然啦，因為利息上升咗啦，咁供樓嘅開支咧就比租樓咧嘅差距越嚟越大啦。咁溫哥華 Richmond 同呢個多倫多嘅 Richmond Hill 嘅獨立屋供款為例啦，咁大概咧係要5900左右喎。咁當然啦，內陸地區同法語區嘅 Quebec。咁啊，呢個房屋嘅供款嘅費用咧，就真係低好多好多嘅。但係全世界嘅現實嘅情況就係咧，越繁榮嘅地方就係必定係貴㗎啦。呢個咧係避唔到嘅。咁講完租同買之後咧，住屋相關嘅費用咧，仲有啲乜嘢咧？有呢個電費啦、燃氣費啦、家居保險啦、strata fee 啦、property tax 啦、utility 啦，仲有大家最關心嘅 internet 都係要計算在內嘅。咁 utility 嗰方面咧，咁每一個家庭咧必須要支出嘅嘢嚟㗎。咁當中包括咗呢個電費、水費、冷氣費等等啦。咁可能因為天氣影響嘅關係啦，溫哥華咧通常係比較暖啲嘅。咁所以喺電費嘅方面咧，都係比內陸甚至乎 Ontario 咧係會比較
平啲嘅。咁根據數字顯示啦，如果以一個915尺嘅 apartment 去計算啦，數字顯示咧溫哥華 Richmond 咧只係需要158蚊一個月嘅啫，而內陸城市 Calgary 咧就需要237蚊咯，每個月平均咧就相差79蚊嘅咯。而喺屋企咧上網嘅費用咧，喺銀碼上咧各省份咧佢分別唔係好大嘅。咁當然啦，屋嘅大細咧，同埋你使用嘅習慣咧，亦都會影響咗咧所有費用嘅差距嘅。咁除咗呢個 Quebec、BC 省咧，比起內陸城市同多倫多咧，就真係平好多喎。而 Strata Fee 方面咧，就好難取得一個準則嘅。新舊樓啦、townhouse 啊，定係你 house 啊，已經係好大嘅分別啦。獨立屋就當然係冇咗呢個費用啦，但係咧你要喺外邊請人幫你去剪草咧、整理呢個花園啦。咁而家嘅 apartment 嘅新樓咧，大概已經去到係0.6毫子就一尺㗎啦，但係喺估算之下咧，平均咧點都要有0.451尺㗎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話咧，請自行作出呢個調整咯。咁家居保險 Home Insurance 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而必須要購買嘅保障嚟嘅。以下咧就係一啲保險費用嘅比較。咁當然咧有好多因素去影響呢個價格嘅高低啦。你間屋越大咧，呢個費用係越貴；地點唔係咁好嘅話咧，亦都會越貴。咁每年平均咧就924至1200左右啦，咁即係每個月咧就77至到120蚊咯。咁除咗供樓、租樓嘅費用之外咧，另一個最大嘅開支就係 property tax 呢個物業稅啦。我發現咗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可能你已經知道，但係亦都會有好多人係唔知道嘅。溫哥華嘅樓價係貴，但係 property tax 咧竟然係最平嘅一個省份嚟嘅喎。咁例如 Calgary 嘅價值一間50萬嘅樓啊，佢交嘅稅咧竟然係多過響溫哥華一間值100萬嘅樓。咁每一個城市咧都有佢各自嘅一個 tax rate 嘅。咁啊就以呢個溫哥華啦，一間價值100萬嘅 townhouse 為例啦，咁地稅咧就大約係2468蚊啦。但係 Calgary 咧一間價值100萬嘅樓咧，你係要交6357蚊嘅地稅喎。咁如果係等同價值去計算嘅話咧，咁需要交多3889蚊一年。講完生活最大嘅開支住屋之後咧，交通費咧將會係大家必須要面對嘅。咁我將會咧分開兩個情況啦。咁第一個咧就係公共交通費啦，並以呢個月費去計算嘅。而第二種情況咧就當然係擁有自己嘅車啦。咁公共交通費咧就並以呢個月票計算，每一個城市咧都會各自有自己嘅交通網絡啦。溫哥華有佢嘅 TransLink 啦，多倫多有佢嘅 TTC 啦，Montreal 有佢嘅 STM 啦，Calgary 咧亦都會有佢嘅 Calgary Transit。咁我將會咧以各大嘅運輸網絡咧就作出一個比較嘅。咁溫哥華嘅 TransLink 咧共分為3區，大部分咧就通常都會喺2個鐘之內咧就係使用嘅。咁而佢嘅月費咧係134蚊，咁可以乘坐呢個 SkyTrain 啦、巴士嘅網絡啦。而多倫多嘅 TTC 咧成人嘅年票咧平均月費係143蚊嘅。Calgary 嘅 Calgary Transit 月費咧係112蚊啦。而 Montreal 嘅 STM 咧就係最平㗎啦，就係 Monthly Pass 咧就係月費90個半嘅啫。整體嚟講咧，加拿大各大城市都有佢自己嘅交通嘅系統嘅，亦都有提供呢個月費計劃咧，就俾市民嘅喎。如果買車供車咧，將會受到多方面嘅影響咯。嗱，咩牌子啦、咩型號啦、利息年期啦等等咧，都會影響到。咁而家咧，我就揾到咧2021年統計出嚟嘅數字啊，咁顯示到咧就各省份啊新車平均嘅供款，咁大約咧都係由呢個671至到800蚊左右。近期令到大家最頭痛嘅就係油價升高啦，好多人咧都想揸呢個電車啊，咁始終咧你電車嘅價格咧就而家係比較高啲嘅。咁如果選用呢個電車嘅，當然就唔使擔心呢個油價幾多啦，係咪？咁但係咧亦都要需要考慮呢個電費喎。通常咧就係1:4啦，咁電費咧大概就係油嘅1/4左右啦。例如本來咧入一架車咧就需要100蚊嘅燃油費啦，咁但係咧電費咧就大約只係需要25蚊左右嘅啫。如果大家想知道咧每一個省份平均每一架車一年嘅燃油費究竟要幾多咧？嗱，必須要知道咧平均每一架車嘅使用量究竟有幾多。根據咧 NR Can Vehicle Survey 喺2020年9月作出一個調查啦，加拿大共有1155萬人咧係揸車返工嘅，每一個省份每一架車
開車嘅距離咧，都會因為佢嘅工作同地域咧有所唔同嘅喎。咁例如呢個安省啦，每架車平均咧就要揸16000公里一年嘅 ，Alberta 咧就15200公里。咁而 BC 省咧喺統計當中咧使用最短距離嘅省份之一嚟喎。咁每年咧大概每架車都係揸13100公里嘅啫。咁我哋咧再根據咧而家現有嘅油價咧，可以得知到咧平均嘅費用究竟幾多。咁例如我而家寫稿之日咧，就係呢個6月份嘅油價顯示啦 ，Alberta 嘅油價係183.4啦，咁 BC 省咧就係222.6啦，即係咧2.226。就入1公升油啦。如果一架 SUV 平均10列100公里嘅效能計算嘅話咧，根據統計同使用量嘅話咧，平均每一架車啊，每一個月嘅燃油費用咧，事實上咧分別唔係好大喎。嗱，雖然咧 Alberta 嘅油價咧係最平啊，而 BC 省咧油價應該係最貴添，但計算出嚟嘅話咧，平均每一個月嘅使用嘅費用咧，只係相差11蚊，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咁誇張嘅。各省份咧平均嘅使用費咧就大概都係200零蚊左右嘅啫，而有車咧就自然係需要有保險啦。根據2020年嘅資料顯示咧，每個省份嘅汽車嘅保險費咧分別就非常之大啦。最貴就係 BC 省嘅1832蚊一年啦，最平就係 Quebec 717蚊一年。點解 Quebec 可以咁平嘅咧？有冇觀眾知嘅話咧，記得下邊留言話翻俾我聽。醫療費方面咧，如果大家都知道啦，加拿大擁有呢個 PR 啦，呢個永久居民資格嘅話咧，基本上咧，醫療都係免費嘅。BC 省咧有佢嘅 MSP 啦，安省有 OHIP 啦 ，Alberta 有佢嘅 AHS 啦 ，Quebec 有佢嘅 RAMQ。但係咧就通常啊都係唔包括藥物同埋呢個牙科保健嘅。咁呢啲咧都係自己自費嘅費用嚟嘅。咁手機費方面咧，經我觀察及使用多年咧，每個月平均50蚊一個人咧，就其實係足夠使用嘅，我都係用緊50蚊一個月啫。咁最後就係飲食同埋教育方面啦。飲食方面咧，可以影響嘅因素實在太多啦。本地西人可以咧夜晚黑煮個意粉，足夠一家人食㗎啦，10蚊雞搞掂。Costco 一隻燒雞7.99，但係華人咧可能買一隻海南雞已經要30蚊啦。為咗咧攞得一個比較客觀嘅預算咧，我將會根據2021年由多間大學研究出嚟嘅 Canada Food Price Report 2021為呢個標準嘅。呢一份報告嘅預算咧係以每年每人平均喺食物上面嘅花費作一個調查嘅。但係請大家注意啊，並不包括任何外出嘅用餐嘅。咁全部咧都係喺屋企煮嘅計算。例如咧31至50歲嘅男人啦，平均每年咧用於呢個食物嘅費用咧就係3559蚊啦，即係平均每日咧就9個7毫半。而一個1至3歲嘅小朋友咧，每年只係需要咧2016蚊，即係平均每日咧花費就係5個半嘅啫。最後咧就係教育嗰方面啦，加拿大提供免費教育咧就去到呢個 high school 啦，但係咧就唔包括一啲學前嘅教育，或者家長咧需要工作而將你嘅小朋友咧送去呢個 daycare 嘅。但以我所知咧 Quebec 咧係比其他省份咧更加多育兒嘅優惠嘅。咁呢一方面咧，大家請自行去查詢一下啦。除咗 Quebec 之外咧，其他省份係用喺呢個 daycare 方面咧，平均係大約1200至到1400蚊左右嘅。我一口氣啊講完咁多嘅數據咧，可以睇得出我誠意，唔係話連個 like 都唔俾啩。今集咧，我將會送俾每一位觀眾咧一份禮物嘅。我係用咗1晚時間啊，將所有嘅計算啦、開支啦、數據啊同埋條件咧合併為一個 Excel 表。大家咧只需要簡單地輸入你自己相關嘅資料咧，就可以好細緻咁計算出你每一個月嘅基本嘅開支。基本嘅開支指咧係必須要嘅費用啊。咁啊，當然你話有其他嘅要求，例如我要買部新電腦，我要學琴嘅，我要出去約朋友食飯嘅，咁只係需要咧自己額外咁加上去咧就可以啦。咁而家咧我就打開呢份禮物咧，就同大家做一做呢個實例。咁先講解一下咧，呢個 Excel 表嘅使用方法係非常之簡單嘅，只需要咧符合你自己條件嘅黃色格，黃色格當中咧就輸入相關嘅資料或者揀選啦嚇，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果噶啦。好啦，而家俾個例子大家先。咁打算移民過嚟嘅人啦，一家4口，一對夫婦，2個小朋友，分別為呢個2歲至到
6歲啦，買一間125萬嘅 townhouse， 單 payment 俾咗40%，分期付款30年嘅供款，咁預計市值咧已經升到130萬啦。咁位置咧就喺呢個 BC 省嘅 Vancouver 啦。咁太太咧就買咗一架5萬蚊嘅車，先生咧就每一日咧就係乘坐呢個 SkyTrain 翻工嘅，所以咁咧佢就買咗呢個月票啦。咁2歲嘅小朋友咧係需要 daycare 嘅。咁當你咧輸入晒所有嘅資料之後咧，就會得出結果。以呢個條件為例咧，每一個月嘅基本開支就係8419蚊啦，一年就需要101033蚊。呢份禮物係咪簡單又易用、稱心又滿意先？我相信大家咧都可以好容易咁咧就計算出你哋嘅開支嘅預算啦。BMO明白到大家咧想要有一個好嘅計劃去迎接未來，揾一間值得信賴嘅銀行咧係非常之重要嘅。BMO就可以幫到你啦。新移民嚟到加拿大需要忙嘅嘢實在太多啊！BMO考慮到新移民嘅需要啊，例如新移民未必有信用記錄啦，好多信用卡都無法申請嘅。BMO為咗協助新移民定居加拿大並建立呢個良好信貸記錄啊，通過新移民 New Start Program 就可以免信用記錄申請 BMO Cashback Mastercard， 幫你輕輕鬆鬆開始建立信用記錄嘅旅程啊！除此之外，仲有好多貼心嘅優惠送俾每一位新移民，總值超過600加元嘅大禮啊！就係 BMO 推出嘅 New Start 銀行理財計劃迎新獎賞啦，當中包括300蚊加幣嘅開戶獎賞，直接送錢俾你使啊！仲有第1年嘅銀行月費全面啊，加起嚟可以慳到200蚊加幣喎。另外再送1年價值60蚊嘅保險箱服務啦，以及首年無限制環球匯款啊，方便你將資金啊轉出轉入啊都唔使手續費啊！如果屋企人同時開戶啊，仲可以額外獲得50蚊加幣嘅 Family Bundle 獎賞，係咪好正先？如果大家咧想獲得呢個基本開支預算嘅 file 嘅話咧，非常之容易嘅，大家記得先俾個 like， 記得 comment 鼓勵一下先。咁而家咧只需要大家喺呢個影片下邊嘅說明欄咧，就可以揾到呢個下載嘅連結啦。見到我咁有誠意，應該點都要俾多個 like 啩。而家嘅影片咧係會多咗一個叫做超級感謝嘅功能嘅，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本頻道嘅創作啦。咁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同經驗分享咧，記得下邊留言互相提點一下 ，like share 俾你嘅朋友，話俾你嘅朋友聽。哦，原來預算咧其實都唔係咁難嘅啫。今集嘅影片就到呢度為止啦，下條影片再見，拜拜。